大家好，有匪1年了，江湖的风云才仿佛刚刚开始。周边的汉语圈国家，包括中港台、韩日，以及东南亚国家的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等等，都在接连的上映，排队圈钱呢。奇特的是，不少国内影评都一致唱衰的有匪，依旧大行其道，市场说话。即便数字上的确没有更加辉煌的预期的光环笼罩，但是有趣的是，有对比就有伤害。过了快整整1年了，一路都在唱衰有匪的人，到现在为止依旧没有等到任何一部可以拿来容易纵向拉踩和进行横向对比的古偶神剧呢。可以用别人家的更加强横的、更加亮眼的数据去继续踩踏有匪的不堪，去继续佐证自己的各种的正确和观点。所以一部剧大热与否，真的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这6个字。人和可控，天时和地利就不是人力可以造化和操控的了。我之前就提到过的郑晓龙老导演的那一部妥妥的正剧《图兰朵魔咒缘起》，居然就是因为碰上了正剧之王，所以彻底失去了天时和地利。有趣的朋友们可以自行的回顾一下我之前所详解的视频，前后和始末都让人慨叹不已。人生就是这么多的无奈，由不得我们反反复复的去怨天尤人了。所以当我们尽力而为的时候，结果即便是不如人意，其实环顾我们的四周，我们的这些结果甚至压根儿就一点都不差，甚至还远超了别人家的所有的善笑和贬损呢。正如这部有匪环比同时代的其他的作品，1年下来居然反过来的可以去反复碾压了各种黑心的碎嘴和贬损的陈词滥调，这情形让人特别的好笑。如果您一路都在关注能量达人赵岭和王一博的话，您或许更加的期待他们能够开开心心的把握机会，奇妙的再续佳话，成功的野蛮得奖。那么热爱阳光和正能量的您，千万别忘了继续的点赞、鼓励、支持和示爱，并留下您满满的祝福和心愿。因为爱和陪伴永远都不是一句话，而是一份坚持和一个行动。11月21号，越南的 VTV2 频道发布消息称，由赵丽颖与王一博所主演的《有匪》将在越南播出。据称，有匪将改名为《周匪》播出，而且定档的是黄金档的晚上7点钟，在越南的 VTV2 频道正式的上线了。话说，越南市场并不大，观众也十分的有限，而且让所有的中国特色的吃瓜群众们都一致不满的是，越南电视台播放任何的电视剧都有一个不成文的奇特的规矩，那就是他们并不会播放原汁原味的原声版的视频，而是经过了当地的特色配音之后才会播放出来的。而且这种特色的配音完全是逆天到了人类正常的脑洞之外了，那就是越南电视台的配音模式了。这种模式超级的简单，就是同一部的电视连续剧里面的所有的人物，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统一的由同一位的配音演员一气呵成，一个人去完成所有的男女的配音。也就是说，当您打开越南电视台，就会发现赵丽颖和王一博的口气、语音、语速、语调完完全全都是一模一样的。你想搞明白谁是赵丽颖，谁是王一博，低着脑袋的话是完全当不了福尔摩斯的。您只有密切的关注哪个人物张着嘴，您才有可能会猜到男主讲话还是女主讲话呢？
要是镜头当中一个不小心，人物背对着镜头说话的话，很抱歉，此题无解了。因此，当您在越南打算欣赏一下人物塑造关系强烈的一部片子的时候，就请麻烦一下了，请花钱自带一位越南的翻译，因为电视剧当中同一个人贯穿始终的配音，比单口相声还要震撼，还要搞笑。更多的当然也是无奈的了。或许这也就是所有海外电视剧在越南电视台接受转播的统一的悲剧吧。至于有匪的播放量能好到哪里去呢？就只能参考越南的近代史了。因此，无论是当年的《还珠格格》，还是其他口碑经典的影片，凡是跟越南扯上关系的话，都基本上完美的做到了一边开着车子，一边又不知不觉的不断的掉链子，不断的掉档当中了。不得不说的是，有匪之所以能够在越南播出，继续收割翘首以待的越南的观众们，主要是因为文化圈的缘故了。不少死忠的中流粉丝，甚至比韩流还要多得多。因此，凭借赵丽颖、王一博依旧强大无比的明星的号召力和光环，就算隔年背书，照样可以成功的打开一个新的古偶市场。言归正传，再说回中国大陆的整个市场的大环境吧。因为有匪的成绩单在不少人的眼里都是不值一提的，因为跟往年轻轻松松就能够轻轻松松破100亿的亮眼的成绩单，的确有着一段的距离感，所以幸灾乐祸的影评家们都纷纷的直指剧中的云匪夫妇，特别是赵丽颖年纪差无代入所造的孽。只能说专家学者们的观点也对也不对，对的地方就是数据说话，的的确确不够风光，跟赵丽颖的历史号召力还有着一段视觉上的距离感的。不对的地方就有几个了，必须得详谈一下才行。首先，去年12月16号有匪正式的开播了，到现在为止也有将近1年的时间了。这个时间段里面，大大小小的开播的剧集高达上百部之多了，即便大 IP 的古装剧也亮相了不少。但是诡异的是，能比得过有匪的剧集好像真的不多，或者说如果挤掉水分的话，就几乎没有了。话说有匪从开拍开始就已经争议不断，不被人看好了。在剧情还未可知的情况下，就有很多黑心的黑粉们就一路都在吐槽，都在贬损当中了，甚至基本上都是在拉踩男女主没有 CP 感，年龄差距太大了等等等等，相当表面化情绪化的问题。所谓人红是非多，一想到男女主都是自带大型流量的王一博和赵丽颖，出现这种冲突不断、矛盾尖锐的局面也就再正常不过的了。毕竟他们两个都是流量澎湃的顶流艺人，后面所跟的黑粉们也都是数不胜数的。所以未拍先喷，为喷而喷，都是自带燃点的。老实说，在我看来，黑粉们的乐趣也是最容易在这些毫无数据支撑的湖州上面容易撒花的，容易造谣的。因此影片未出，恶评先上就已经在所难免了。而且赵丽颖、王一博本来就是天生招黑的最强的招黑体了，强强的招黑体组合更加强化了无良黑粉们的快乐感了。因此有匪正式播出之后，各种的声音更加的嗨了。怪异的是，很少有人真正敢去吐槽男女主的演技，反而呢，大部分都在集中吐槽演员们的若干状态，以及部分的剧情上面，还有配音的问题等等等等。
当然了，干货满满的实质性的评论一路都欠奉，最集中最难听的都是烂剧、评分不及格、没上星、播放量低等等等等，水军们喜闻乐见的陈词滥调了。结果呢，1年过去了，不少人都被这些陈词滥调轰炸的几乎没有了感觉和脾气了。也就是说，忍受了整整1年的疯狂拉踩和吐槽之后，大家伙突然之间发现奇哉怪也，1年下来居然还是有匪的数据最抗打、最突出。这也让正反双方都陷入到了莫名其妙的喜感当中去了。为什么会出现了这种状况呢？按我说，还是那句老的不能再老的老话了，也就是说，有对比就有伤害。有匪的影评分数不高，也就是 5.7 分，播放量是 55.6 亿。唯一比他的数据表现要好的剧集是《斗罗大陆》。《斗罗大陆》的影评分数是 6.5， 播放量是 56.2 亿。《斗罗大陆》的数据之所以这么好看，一个是因为它的的确确是一部拥有强大粉丝基础的强 IP 小说，一个是因为战斗力强悍的肖战粉丝们是影评的主力军了，一个就是因为肖战本身的确就是一个很能带数据的顶流的男艺人，因此即便配角的知名度全都不算高，然而呢，这部剧还是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了。跟着呢，迪丽热巴和吴磊的《长歌行》，影评的分数是 5.8， 但播放量不是很好。剧集播出的时候热度还可以，但整体来说，女主的古装造型也被喷得很惨，经常还被女二给艳压风头了。因此，男女主最终也逃不出没有 CP 感的制告了。事业搞得不怎么样，恋爱也谈得不那么甜。总之，这部剧让吃瓜人表示非常的失望。接着呢，周冬雨和徐凯的《千古绝尘》原本也是一部很值得期待的大 IP 的仙侠剧，再加上这个3金影后与徐凯的颜值的加持，让观众们本以为怎么都会瞬息成为一款的爆款剧，至少能够让徐凯像龚俊一样一战成名，迅速的晋升成为顶流人物。结果呢，令所有的人都出乎意料的是，不但影评分数只有 5.3 分，就连播放量也只有区区的 32.9 亿，还差点把这个3金影后一次过给拉下神坛了，让3金的铁杆粉丝们大呼不解。所以说，影后想要拿视后的话，有时还真是想想就算了。最后呢，再来说一说正在热播的《虎珠夫人》吧。八五花杨幂，我在以往的视频当中也是提到过无数次的了。她算是唯一一个能和视后赵丽颖稍稍匹敌的85后女星了。毕竟商业头脑特别发达的她，手握好几款的爆款剧。只是让她非常难堪的是，自从《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之后，杨幂的带剧能力就一直的在坐过山车了，一直都在下降当中，而且已经好几年了都没有过叫得出名堂的爆款剧了。狐珠夫人虽然能够在上星中播出，但也不难发现它的热度并不十分的高，口碑也不是很好，影评的分数只有 4.9 分。有没有水军在搅浑水，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目测这部剧最终的播放量可能也就30多亿而已，再多就要自掏腰包了。当然了，这部剧男女主的 CP 感实实在在很一般，男女主的台词的功底、表演的张力以及带人入戏的那种刚需的演技，
还不如男二女二那么来戏。尤其是杨幂的台词在断句和语感上面老是有问题存在，听起来老是不那么自然。她的语感一直都有些锋利，也有些生硬，一字一顿，一顿一字的，听起来有些尖锐不堪。说实话，跟配音演员的程度差距很大。当然了，我也吐槽过几回的了。他的老大难的问题就是他演啥都只能指向他自己，他真的是跳不出他自己了。至于说男主角嘛，各个方面都完全不值得去吐槽了。我也实在不想把描述杨幂的各种文字再逐字逐句的复述一遍了。他在这部剧中的表现还是老模样，还是换了身新戏服的感觉而已。不过男二的演技还是值得赞扬的，至少对比之下不会让人尴尬的，这就行了。经过这么一番的对比，您明白我想说什么了吧？一年下来，叫得出名堂的好戏屈指可数，而屈指可数当中又让人无可奈何。影评人评来评去，也没有一部真正服众，或者说真正拿得出手、真正数据亮眼的剧集去实力的碾压有匪。拉踩了一整年了，有匪却依旧成为了奇怪的年度的经典了。也就是说，它是一部相当叫好叫座的被差评的剧集。实际上，比它稍好的《斗罗大陆》，把表面上的数据进行一番脱水的话，播放量恐怕只有台面前的40%强了。VIP 拉新也难保前10。如果您真正想要追《斗罗大陆》的剧情的话，还是动画片最是原汁原味的。话说，被差评的有匪是非常时期的非常的拍摄，大家伙都懂的，所以场景粗糙，布景欠缺，剧情拉胯，而演员自身的表演基本上是可圈可点的，成为了最大的亮点了。而且这个有匪没有后台，非网台播出，只有网播。播出之前就一路被对家和水军花样的翻新的各种的防爆和抹黑，数据难看也是逃不过去的命运了。另外，没有任何的资方、平台或者媒体来站台和宣传，播放期间也加码的被抹黑了。结果呢，貌似不平凡的抹黑造就了这个不平凡的辉煌。播出之后，一众的演员的出众的演技让有匪摘获好评无数，独揽了鹅厂3大奖，成为了鹅厂的最大的赢家了。而且鹅厂唯一一个重量级的最赚钱大奖，也就是那个最具商业价值奖，也一道打包给了这个有匪了。有匪的商业价值撕下那个被抹黑的外衣之后，都是实打实的硬朗和肌肉了。播放数据55.6亿，没有任何造假与水分，证明呢有匪无需关注度的不断的拉提和站台，都能够获奖的，而且还能够凭借着观众们的真实的喜欢，以及凭借着自身的实力，为资方、为平台以及为各大的广告商赚取了盆满钵满的各种的喜悦感。有匪实力的获奖虽然照样不断的被人抹黑，不断的被人揶揄，没有停过，也照样掩饰不住王一博、赵丽颖演技与扛剧的后续的光彩。有匪出海之后，在泰国、在韩国、在菲律宾也顺顺利利的拿下了播放量第1的傲娇的成绩了。其中泰国2021年暹罗影视年度金玉大奖最受欢迎中国网剧奖，韩国第16届首尔电视剧大赏2021亚洲明星奖，
都是有匪剧组和王一博的傲娇的荣誉所在了。日本和越南的排队的播出，只会让这些的成绩和荣誉继续的袭来了，让人期待不已。有趣的是，有匪投资才2.8亿，却化身成为了年度最赚钱的一部剧集了。所以鹅厂那个最具商业价值奖堪称一个以小博大的史上最强的盲盒了。话说回头，王一博、赵岭各种花样翻新的招黑、招财、招损等等，真的都只是路上的那些各式各样的石子和阻碍而已。他的低分的影评只能够说明，成功一定是不容易的，一定是有代价的，而且有对比就有伤害。他的播放量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顺利的破100亿，那也是时也命也，跟成功和努力无关。对比其他家的剧集，就算大家伙合力的把有匪踩到了地底下，最厉害的依旧是他。这就像我经常说的，视角这个问题然也。要知道，当有匪播出的时候，正是全国甚至于全球经济状况依旧在困惑和低谷中反复徘徊和观望的时候，愁云惨淡，人心浮动，工作流失，经济下滑，过往的盛世繁华似乎都已经渐行渐远了。这个时候，有匪的上画，即便让亿万的观众们可以同喜共悲，沉浸其中，然而呢，依旧无法足量的导流那些被生活困扰、被工作纠缠的网中人。而这些人原本也是爱恨情长的热情粉丝。天时地利人和，100亿的播放量往往都是因为大环境的左右。大环境的左右已经无法预期再现了。下一轮的100亿盛况重现，恐怕要等下一轮的时间了。要等到人人饭后都有闲暇，日日茶余都有期待的那一种往日的辉煌才行了。更夸张的是，中国的人口现在仿佛已经进入到了雪崩当中去了，进入到了诡异的负增长的轨道上了。100亿的播放量靠的可都是人口啊！人口锐减，未来的100亿的播放量又会在哪儿呢？话说，近年来中国已经连续完全开放了生育政策了，却始终未能扭转出生率偏低的这种状况。2020年的出生率更是首次跌破了 10%， 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1.45% 了。这两个数字都创下了改开以来的新低，因此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也正在步入尾声了。来年的中国已经大步的走向了人口零增长的道路上了。这个2021年虽然还没有结束，但专家学者们已经悲催的估计，2021年中国的出生人口可能比2020年还要低，可能只有1000万左右。这样一个数字，如何苛求下一个爆款的播放量呢？有对比就有伤害，珍惜当下，甚至于珍惜有匪，珍惜这些眼前的人就够了。时局变化，岁月无情，口袋里的数字和黑天鹅的经济，都是我们夜行黑暗的难关了。携手同心走过艰难的信念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为能量体的，都能够发光发热的，让我们恪尽所能照亮身边，这样我们的日子才会有念想，才会有盼望。如果您感觉新闻的一番肺腑之言和胡思乱想正合您意，不妨大力的在评论区当中打入4个字的短评，也就是有匪加油，或者说云匪夫妇这4个字，
因为有匪再差，也是中国电视剧的刚性的希望，是引发最多关注和全球热点的国货精品。只有加油，明天才好；只有信心，不负此生。最后，您无论是喜爱赵丽颖，还是喜欢王一博，或者衷心祝愿于匪夫妇王炸 CP 依然能够命格重聚，野蛮拿奖，都欢迎您大声的点个赞、鼓个励、加个油或者喝个彩，因为您的所有的爱心、鼓励和支持，既是给出去的无形的能量，同时也是接过来的无形的能量。这些无形的能量可以汇集成为流动的长河，成为了浇灌天地人间的最大的能量场。这种能量场川流不息，从地上到天上，从天上到人间，可以点亮了黑夜，可以带来了希望，更让施比受更加的有福了。赵丽颖、王一博都是活水流动的能量的输出体，您同样也是。您的爱和祝福更是汇集成江河的每日的小溪流，所以爱就请全心的爱到底，说就请大声的说出来。同样的，我也热烈的欢迎您继续的点赞、鼓励、订阅、转发和支持本频道，因为这里面有爱、有光，也有盐。多谢您的一路的陪伴和宝贵的时间。